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10月16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0月15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220.01，收盘价是在219.57，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24.26。最低价是在217.12，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7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在前一日 K 线最高的下方。量，当日的成交量是6298.88万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0.73 倍量缩。KD 值，双线是继续下行，开口略有缩小。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下行的走势中。MACD 双线也是继续下行，开口不变，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红柱。那么我们也会看到这个快线已经是下穿了零轴，那这些信息都说明目前股价的空头趋势在继续增强。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10月15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长上影线的小红 K 线，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出现下跌后的横盘中。当日的这根 K 线啊，它是一个高开盘，开盘之后啊，股价即发生了大幅的震荡，上方啊一度是站上了前一日 K 线的最高，并且呢回补了上方的一部分缺口，然后呢股价在上方遇到压力之后出现下行，最终呢，股价在盘中一直是在低位震荡，最后收盘价呢是收在了当日 K 线的中下部，留下了长长的上影线。那么当日的这根 K 线啊，我们把它称作叫天剑线。天剑线啊，它是止涨的信号 K 线。那同时呢，我们天剑线有两个位置不同，寓意不同。例如在目前的这个位置啊，如果它是在一个反弹的过程当中，这是止涨的信号 K 线。但是如果把它看作是在目前K 线趋势的底部，那么天剑线呢又是变盘向上的信号 K 线。我们会看到连续3个交易日啊出现的都是变盘的信号 K 线，或者说是止跌的信号 K 线，并且我们也会看到连续3个交易日啊，成交量是逐渐的也就是下降。那么在接下来几个交易日啊，或者接下来1个交易日啊，我们认为股价会选择这个向上或者说是向下的突破。好，那目前我们会看到出现止跌信号 K 线，然后在反弹的过程当中又出现止涨的信号 K 线。那么这样一来啊，在接下来1个交易日，如果有多头力量的进入，推动股价继续上行，如果能够站上这根天剑线的最高，那么股价呢将会确认这个变盘向上的信号 K 线。对股价会有继续反弹的走势。当然上方我们说在缺口的原来这个缺口的中线是在228附近，在这个位置是强压力。那么我们也会看到目前5日均线值已经到达了这个位置，所以股价继续上行的压力就是5日均线值和228。那么如果能够站上它，才能够有继续反弹的走势。但是如果在接下来1个交易日股价一旦是跌破了这根天剑线的最低，那么将会确认这个止涨的信号 K 线，也就是确认不再反弹，那么股价将会有进一步下行的走势。那进一步下行的走势特别关键的一个位置就是10月14日这根 K 线的最低
是在214，如果继续下行，股价再跌破214，那么如果出现这样的一个走势，那么股价将会开启新的一波的下行走势。对，所以呢，目前股价的上行和下行的两个重要标志，一个是天剑线的最高224，一个是这根蜻蜓线的最低214。那这两个位置呢，将成为日后股价走势的重要标志，也就是突破它们才能延续股价的上行或者下行的走势。那否则，我们认为股价在近期很有可能会在224和214之间进行横盘。好，那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0月15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下行，收盘价会在216.5，也就是横盘向下。另外一个可能呢，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反弹，收盘价会在223附近。对，那么实际呢，在10月15日收盘价是在219.57，股价是出现了反弹，但是呢很遗憾，股价并没有收在高位，而是收在相对低的位置，是出现了横盘向上。所以这与我们预测的反弹不仅点位上相差较大，走势也是完全不同的。好，那么我们刚刚说这根天剑线是一根反弹的 K 线，所以我们接下来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上行。那么对于10月16日之后的交易日，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依然是251。那在到达251之前，股价首先要有反弹的走势。那目前股价继续向上反弹的两个标志位，就是一个是224，是这根天剑线的最高，还有就是228，是这个缺口的中线。当然5日均线值也是重要标志。所以我们说目前股价能否反弹到就是说改为多头，那目前的反弹看看能不能突破224到228这个区域。假如这个区域能够被站上，那么股价将会有进一步的上行，会回补这个缺口，然后呢才能够去测试20日均线值。接下来呢，我们说才能够讨论是否股价能够到达251。好，那么251如果能够被站上，将会瓦解这一波空头趋势。那继续向上的目标呢，就是上方的265。我们把这个水平线调整下来。好，也就是我们把这个水平线调整到265。好，这是第二个目标265，然后第三个目标就是271。好，那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上行，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股价下行的目标目前也不变，仍然是203。虽然我们看到这个10月14日是一个前低，也就是在10月15日出现了反弹，那么我们要再等待一个交易日，如果股价继续出现反弹呢，那么也就是10月14日这根 K 线的最低214将会成为第一个目标。那目前我们认为第一个目标仍然是203。那么在到达203之前，214还有
9月6日这根 K 线的最低210，这两个位置将会成为重要的标志。当然我们会看到这条上行的趋势线也是在这个区域，所以其实我们会看到我们再总结一下，就是上方从224到228是压力，下方是从214到210是支撑。所以目前股价上方是有强压力，下方是有强支撑。对，好，我们看看股价是横盘还是选择方向突破。对，好，那么这是在到达203之前的两个重要标志位。那203被跌破之后呢，当然接下来的目标就是下方的182，在这个位置，然后是168。好，这是我们说日后股价的上行和下行。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10月16日开盘之后我们要关注的位置。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是关注前一个交易日这根 K 线的最高，也就是蜻蜓线的最高。股价如果能够在它的上方运行呢，那将会出现反弹的走势，会收在高位。如果在它的下方运行呢，股价会收在低位。而在10月16日盘中在开盘的瞬间，股价是一度是出现强势的反弹，但是随后呢马上就跌回到前高的下方运行。那么在这个当日的大部分时间呢，股价一直是在前高，也就是220下方运行，因此呢收在了低位。好，那么到了10月16日，我们要给出的标志位就是我们要看这根天剑线的最低。对，那么天剑线的最低呢，我们会看到是在217这个位置。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关注这个位置呢？这根天剑线是股价反弹的过程当中遇到压力，又收回到了低位，但是呢它的收盘价是高于前两个交易日的，所以股价现在是有反弹的愿望的。那么如果在10月16日盘中股价能够在前低上方运行，我们认为股价才有可能继续反弹，或者至少会在这个地方进行横盘。但是如果股价是在它的下方运行我们认为股价是很有可能去测试下方的214和包括这根趋势线，应该是和当日 K 线焦点应该是在212附近，很有可能会测试这个位置。所以在盘中我们要特别关注217。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对于多头，在10月15日收盘价是在219.57这个位置，对于多头是不可以进场抢反弹，或者说是进场做多的。那么理由就是现在是一根含有长长上影线的一个小红 K 线，上方是有很大的压力的，同时呢成交量是量缩。那出现止涨信号 K 线之后那在次日很容易股价会继续下行，而因为上方测试了压力，那么接下来股价就要到下方很可能会去测试支撑。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K 线呢，在这个位置在技术上是不可以进场做多的，包括抢反弹。好，这是多头。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就是上方的两个重要标志224到228，那么5日均线值也在这个区域，这是空头一定要守的位置。那空头现在的目标呢，就是我们来看这个图，就是下方的210。现在我们会看到股价这一波大型这一波下行大幅度的下跌其实已经是收复了之前的这个涨幅，尤其是收复了9月19日这根 K 线的涨幅。那么这根 K 线它的最低是在232这个位置被跌破之后，我们会看到实际上在10月11日它是一个跳空的低开盘，就是
一个交易日就跌破了这个位置，因为这个位置是一个强支撑啊。那么跌破了这个位之后，现在股价在这个地方进行横盘，那继续向下，空头的目标一定是要跌破这根红 K 的最低，对，来确认这个长红吞噬，对。好，那么这是空头的第一个目标，然后空头的另外一个目标就是203，所以这两个位置啊将是空头的目标。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10月16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请能否在屏幕下方按下点赞按钮，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谢谢大家。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从222到224之间，这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在这个区域。然后第二个压力位是228，第三个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在233附近，我们会看到正好是这个缺口的上沿附近。好，那第四个压力位呢，就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是在243附近，是在这个位置。好，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首先到来的支撑就是这根天剑线的最低是217，那么第二个支撑就是214到212，也就是当日 K 线和这条趋势线的交点是在这个区域。那么第三个支撑呢是210，是在这个位置。第四个支撑就是203。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10月16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继续反弹。如果是继续反弹，它将是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呢会回踩到218，对，会回踩到这个位置，然后上方最高会到达226，也就是会有新高的出现。然后收盘价会收在224附近，也就是收盘在前一日 K 线最高的下方一点。对，当然也不排除会站上前高。好，那么出现这样反弹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18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继续反弹。好，另外一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下行。对，出现下行呢，它将是低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20，是在这个位置。下方最低我们认为会回踩到这条趋势线和当日 K 线的交点。然后是212，然后收盘价会收在215附近，收在这个位置，也就是收盘价跌破前一日 K 线的最低，但是呢，在这个前低的214上方。那出现这样下行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20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下行。好，那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10月16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